海悦球场每周日酱什么酱？亲眼所见，亦非真实。大家好，这里是全世界最美的酱子。今天酱子要二话不多说，给大家开讲机械师。我在这边。机械师。好，不重要。接下来老规矩，拥有机械师的小伙伴，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手。废话不多说，现在告诉你机械师的故事。资料显示，特雷西在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因此便和钟表匠父亲相依为命。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呢，特雷西渐渐地对机械装置越发的着迷。在特雷西14岁的那一年，父亲总是发现店铺里有一些坏掉的钟摆会在第二天恢复正常。经过几天的蹲点之后，父亲发现每天夜里来自己的店里修钟摆的并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的女儿特雷西。父亲发现了女儿的机械天分，非常的兴奋，着重培养。于是小小年纪的特雷西就将机械表和电力进行了结合，利用电磁波缩小了机械表时钟的误差。于是特雷西家的钟表店在当时名震一时，京城第一表。父亲更是为了鼓励特雷西，专门给特雷西开了工作室，让特雷西继续研究。特雷西也很快地制作出了很多机器人，逗父亲开心，真是个天才机器人。对不起大家，这个不是机器人，这是个傻子，赶紧走。但特雷西的发明引起了很多同行的妒忌，因此他们纷纷找到特雷西的父亲，想要购买电力机械的制造工艺。可是父亲拒绝出售女儿的作品。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就此改变了这个和乐的家庭。在一个平常的下午，父亲的工作室发生了一场非常离奇的爆炸，也就是这场爆炸让特雷西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也让父亲的钟表永远停在了下午的1点22分。因为官方特意交代，特雷西经常派机器人偷偷的去老爸的工作室偷拿零件来逗老爸玩。所以这样子分析，在这场爆炸当中，机器人很有可能拿到了关于凶手的线索，以至于特雷西非常肯定，这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蓄意谋杀。而凶手很可能就是那些趁着爆炸突然就高举着欠条趁火打劫的同行们。面对着巨额的账单和同行们转让技术的要求，特雷西假意应承。在这之后的半年里，城市里又相继的发生了几起相同的爆炸案件。但是根据现场遗留的金属关节，酱子不难想到，在那个年代可以利用机器人作案的只有机械师一个人。而这之后的爆炸案便应该是特雷西在用同样的手段报复那些曾经害死自己父亲的。那么大仇已报的特雷西又是为了什么来到了庄园呢？很多人认为特雷西是为钱还债而来到庄园，但是对于身负巨款欠额的特雷西来说，他从来都不着急，也不可能去还这笔害死父亲的钱。那他究竟是为什么来到庄园呢？有可能还有一个凶手就藏在于庄园之中，有可能是为了学习庄园里的机关，可以让机械师做出更接近父亲的人偶。更有一种夸张的可能是，机械师的父亲根本就隐藏在庄园之中，在改造着、监管着。而你觉得机械师是为了什么来到了庄园呢？请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从上一期开始，就有人说酱子越来越多的胡说八道了，但是看完这期之后，你会发现一点线索都没有，全是酱子说的。但是酱子呢，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我用我的美貌做担保，这一期绝对没有半点虚假。因为酱子强大的文案团队在做这个文案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个故事就是官方给的。不要跟酱子犟。现在又到了本期的啥环节呢？我们随便取一个，就叫它那个酱子小课堂吧。上次酱子给大家留了一个课堂作业，就是关于杰克为什么戴着面具来到了庄园。有80%的网友说，因为杰克太帅了。头条的网友弗莱迪弗莱茨熊。他说，因为网易想让杰克保持神秘感，让他戴上面具，并且暗有原有时装应该是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杰克的身份还未见分晓，所以杰克戴上了面具，给他点赞，你说的没有错。
B 站有一个粉丝是这样说的，他叫网瘾少年龙一川，这个名字。既然原型那位没有被认为是开膛手，当然要保持神秘感啊！面具遮脸之后就很有神秘感啊，从而成为了第5人格的尖草，吸引大批迷妹为他痴、为他狂、为爱哐哐撞大墙，以达到吸引玩家的目的。说的一点没错，你们都是最棒的。那么今天这堂课的作业是什么呢？有很多人给酱子留言，想看空军，想看盲女，想看蜘蛛，想看小丑。但是现在酱子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要在这里求助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2个图案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或者这2个图案代表是什么呢？可以留言、评论、弹幕告诉酱子。今天酱子给大家的推理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也为酱子痴、为酱子狂、为酱子哐哐撞大墙的话，记得给酱子转发、评论、点赞、关注、留言、弹幕。好，再见，好吗，小伙伴们？为酱子痴，为酱子狂，为酱子哐哐撞大墙，好吗？玩手游就看哎呀出掌。